100年，绣了琴轴，脱了油漆。时光崩断了琴弓马尾，岁月干瘪了面板弦轴。只有腮脱的轮廓和琴颈的指纹，暗示着曾有人把它视入珍宝。它属于聂耳，新中国国歌的作曲人。这些歌词都不是很理想，新中国成立在即，不能没有国歌呀。1949年秋，北京饭店弥漫着紧绷的气氛，建国已提上日程，选国歌的任务落在了新政协筹备会的第6小组头上。相比之下，还是这首比较合适。过了无数道筛子，一首电影主题曲被拿到桌面上讨论，正反方争执不下。这首歌的曲子虽然很好，但歌词最好修改一下。新中国要有新国歌，为什么要用一首老电影的插曲呢？这首让大家纠结无比的歌曲就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穿过历史的烽火，它能成为永恒的曲调吗？甩开反动派，踏上黄浦江。1931年，共青团员聂耳19岁，他运气不坏，打工攒钱不到1年，买下了一把德国2手小提琴，并考入音乐家李锦辉主办的明月歌剧社，成为了一名乐队练习生。这里是上海滩王牌娱乐公司，走出了周璇、王仁美等从练习生成长起来的大明星。上司赏识，自己勤奋，聂耳事业顺风顺水。可是，眼看日本人霸占东北，中华民族微弱累卵，偏偏上海歌舞升平，每天演唱些甜腻腻的爱情歌曲。渐渐的，聂耳感到有些苦闷。靡靡之音，长此唱下去，人们会成为亡国奴。你看看这2首曲子，我们一起创作一首救亡歌曲，如何？与田汉的相识，让他迎来了人生的转折。田汉是左翼戏剧家，他也痛恨不思反省的租界文化，渴望共产主义改变中国。一致的信仰让聂耳和田汉成了电影和音乐创作上的黄金搭档。开矿歌、前进歌、毕业歌，他谱的曲子精气神十足，田汉的歌词又贴近劳苦大众，黄金搭档一炮而红，金曲不断。1934年冬，东北已沦陷3年，抗日救亡运动走上街头。为了支持学生、工人，上海电通影片公司筹拍电影《凤凰的再生》，田汉担纲编剧。冬天刚过，田汉突然被国民党逮捕，聂耳也被列入了黑名单。沉浸在悲伤中的聂耳接到共产党组织命令，取道日本，前往苏联避难。夏衍接棒编剧任务。主题歌词给我吧，我来谱曲。田汉已经被捕，你可要抓紧离开上海呀！多年来，聂耳和田汉配合无间，却始终没写出抗日主题的歌曲。这次，聂耳找到夏衍，主动请缨。田汉被捕前，把歌词写在了剧本最后1页。聂耳看过歌词，完全被义勇军救亡的感情激动着，创作的冲动就像潮水一样涌出。但是，田汉的原词是一首自由体新诗，各句长短不一，难以驾驭。很快，聂耳想出了一个绝妙主意。他将西洋大调音阶与中国传统5声音阶巧妙融合，使得曲调和节奏更加雄壮有力。他在中华民族到了之后，突然休止半拍，强调了最危险的时候，人们仿佛可以听到挽救民族危亡的呐喊、疾呼，发挥出歌词的号召力。聂耳只用2天便谱写出了初稿。
但为了躲避追捕，聂耳只能带着小提琴和曲谱到日本继续修改。1935年4月底，聂耳在小提琴上奏响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最终曲调。时过境迁，最初的电影已改名《风云儿女》，聂耳寄来的进行曲也被电影甲方改名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电影上映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如同一声炸雷，唱响全国。学生唱着这首歌参军，军人唱着这首歌冲锋，一首歌曲奏响了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。可惜，聂耳本人没能听到这首歌的唱片。曲子谱完3个月，聂耳在日本不幸溺水身亡，时年23岁。1949年9月25日，距离开国大典不到1周，国歌却还没有最终审定。毛泽东、周恩来在中南海召开协商座谈会。我们第6小组都同意用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做国歌，但歌词是否修改没有形成一致意见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这样的歌词已经过时了。该曲是历史性产物，应保持完整性。我赞同，但只能暂代国歌。这首歌在抗战中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。尽管新中国成立了，我们还要居安思危。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，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，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，莫看就这样定下来吧。当民族面临危亡，祖国遭受侵犯，你是否有勇气挺身而出，吼出这雄壮的歌曲？请拉动琴弦，请唱响旋律，请聆听中华民族的全新章节。